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是学护理专业的，大专毕业2年了，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爸妈总说我心气高，让我脚踏实地一点。可脚踏实地也不代表就得委屈自己啊。愿意接收我的不是私人开的小诊所，就是乡下偏远的卫生所。从小在小镇上长大，我并不是看不起农村，可对于一个刚毕业、怀揣着梦想的女孩来说，谁不想光鲜亮丽的在大医院上班呢？就这样，我在家蹉跎了半年，第2年刚开春，镇上就放出来一个好消息，镇上的卫生所要扩大，成立一个社区医院，所以要招聘一些医护人员。爸妈为了让我考上编制，啥活也不让我干，把我关在家里学习。本来我还有点看不上镇上这个小医院，爸爸说：“闺女，你得先踏进这扇门，咱才有机会找人给你往市医院调啊。”我想了想爸爸的话，也对，直接进市医院进不去，那就曲线救国吧。然后我就开启了疯狂学习的模式，拿出了比高考还要努力的行动，天天不是一遍遍看书，就是一遍遍刷题。终于，功夫不负有闲人，社区医院一共要5个护士，我考了第2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半个月过去了。自从我考上了社区医院的编制，家里每隔几天都有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妈上门来给我介绍对象。因为心里一直有调去市立医院的念想，所以我对介绍的对象一概拒绝，见也不见。爸妈也能理解我的心情，倒也没有过分指责我。一天下班，我走到家门口，妈妈就高兴地向我走来，说：“小娟，明天周六，你要不要见个人？”我看妈妈那合不拢嘴的模样，好奇地问：“这段时间也没见你这样啊？这是谁家的小伙子入了你的眼了？你二婶远方房亲戚家的孩子。”妈妈说：“我看过照片了，小伙子长得挺精神，个子也行，关键是工作好啊，在市医院当医生啊。”一听到在市医院上班，我一下就心花怒放了，快给我看看照片。不过呀，妈妈顿了一下，小娟，她家可是农村的，家里条件不好，爸妈没工作，都是老农民，身体也不怎么好，还有个弟弟要他供着上学。要是真结了婚，他家可买不起房子。这时候的我已经被市医院这3个字冲昏了头脑，哪还管其他的条件啊？于是我坚决地说：“哎呀，妈，人好，工作好就行了呗，没房子以后慢慢买呗。明天我要见这个人。”第2天，我如愿以偿见到了这个小伙子，他叫陈清，长得确实挺精神，我一眼就看上了，可以说对他是一见钟情了。后来我和他慢慢熟了后，才知道他医学硕士毕业后直接进了市医院。本来有不少女孩中意他，可一听他家庭条件，还要再养个弟弟，都纷纷打了退堂鼓。时间长了，他也慢慢灰心了。这次别人介绍我，他本来不想来的，可介绍人说这姑娘一心就想去市医院上班，你是那里的医生，备不住他会同意的。没想到见了面，我还真的同意了。和陈清处了半年，我对他越来越满意。他不仅孝顺，对工作负责，还上进，我爸妈也对他十分满意。快到年底时，父母催着我和他结婚，说：“小娟，既然人你相中了，咱家就别再拖了。你是女孩，时间长了对你不好。房子我们在市里买，你俩就安心过日子就行。”我把这事给陈清说了，他一把搂住我，感动地说：“小娟，委屈你了，以后我一定会一直对你好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给你买大房子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很开心，亲了他一下，说：“一家人说什么呢？只要你永远对我好，
我什么也不要。过完年，父母在市里给我买了一套房子，我和陈清高高兴兴地在里面结了婚。婚后的日子很甜蜜，我每天坐班车回镇里上班，然后带着父母给我买好的菜回去做饭，让累了一天的陈清一回到家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。陈清对我赞不绝口。回到家里，他也总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洗碗、拖地，陪我下楼遛弯儿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我的工作一直没有从镇里调到市医院，因为学历不够，加上找的人关系也不硬，这件事就这么拖了下来。拖着，我怀孕了，这件事就暂时先搁置了。好在镇上的医院小，管理也不严格。生完孩子后，我办了停薪留职，在家照顾孩子。刚当妈妈的我，每天忙得四脚朝天，我巴巴地盼着陈清早点下班回来帮我。可他医院的工作特别忙，有时候晚上还有手术，能帮上我的次数寥寥无几。一天吃完饭后，陈清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想跟你说个事，我想报考今年9月份的博士考试。”我一听就想急眼，什么？这你都没有时间帮我照顾孩子、照顾家里了，你还要参加考试？那我跟孩子怎么办呢？小娟，你冷静，这次我考试我一定要参加。医院的博士越来越多了，我要想进步，就一定要往上考。难道你希望将来我被别人甩在后面吗？他慢慢说道。要是你实在忙不过来，我就把我妈接来帮你，或者咱们雇个保姆。我知道你妈人好，可我跟你妈生活习惯不同，住一起容易有矛盾。雇保姆哪那么容易？我常年休假，工资就开一点，你一个人的工资要顾全家的开销，哪有钱请保姆？我没好气地说。牢骚归牢骚，说心里话，谁不希望自己老公有出息？最后我还是同意了他报考博士。他十分感动，说：“小娟，这些年跟着我，你受苦了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抱住了他。他在我额头亲了一下，我满足地闭上了眼睛。这次谈话之后，家里所有的活都彻底指望不上陈清了。我白天忙家务，忙着带孩子，晚上孩子小，还总醒，基本上我只能睡3-4个小时。时间长了，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老去，头上有了白头发，眼角的皱纹也多了。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，2个大眼袋也发青色。妈妈来看我时吓了一跳，心疼地说：“小娟，你咋累成这样了呢？”不行，我得问问陈清咋对你的。妈，你别问了，他要考博士，加上单位的工作，他也很累的。我忙替陈清辩解：“家里的超市走不开人，不然我就让你爸看店，我来照顾你了。”不用，妈，我也有私心，我就是想让陈清看看我有多累，知道我为了他付出了多少，以后对我好就行。听了我的话，妈妈顿了一下，说：“也好，你这么想也对，只是苦了你了，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回报。”陈清果然考上了，兼顾着学业与工作，他更忙了。伴随而来的是，我在这个家更累了，但我觉得累也值了。女人嘛，谁不希望自己的老公飞黄腾达呢？我情愿牺牲我自己去支持他。女儿3岁的时候，该报名上幼儿园了，陈清也马上要毕业了。女儿上幼儿园后，我打算重新上班。这几年待在家，我都感觉自己快要被社会淘汰了。一天，陈清回到家，突然提起了女儿上幼儿园的事。我很惊喜，因为他这几年忙工作和学习，家里啥都不过问。今天是怎么了？难道快毕业了，心里高兴，开始关心起我和孩子了吗？我心里一阵高兴。第2天，陈清对我说：“小娟，我想来想去，想跟你说个事。
陈清低着头，有些犹豫地说：“怎么了？”我还沉浸在自己快乐的情绪里，咱俩先办离婚吧。陈清猛地抬起头说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我感觉像晴天霹雳一样，难以置信地盯着陈清的眼睛。孩子上幼儿园，为什么要离婚？你听我说，小娟，省医院准备聘用我，能给我安排户口，但是是集体户口。如果咱俩不先办离婚，孩子的户口随母亲，省医院是不会给孩子落户的。省里教育资源好，女儿在那上学，你不更应该感到高兴吗？陈清盯着我的眼睛说：“这让我考虑一下吧。”我有点犹豫地说：“明天你给我个信吧。”陈清急切地说：“这周就要和省医院签合同了，户口1周之内要办完。这件事你就别和你家人说了，老人家不懂，再节外生枝，到时候耽误的可是咱们的女儿。”好，我心情很矛盾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为了女儿，我最终同意了陈清的提议，和他办理了离婚。他一再向我保证是假离婚，等女儿户口上完，他安顿下来，我俩马上复婚。办完手续回到家，陈清说学校还有事，先回省城了。看着手里崭新的离婚证，我感觉头还是懵的，不知道自己走这一步对不对。但为了女儿将来的前程，我这当妈的也不能看着机会流失而无动于衷啊。没有了结婚证，我像是失去了保障一样，于是每天都给陈清打电话，问他啥时候上完户口，好赶紧复婚。一开始，陈清还接电话，看我着急，还劝我把心放到肚子里。后来嫌我烦他了，不接我电话，再后来直接把电话给我拉黑了。这下我有点坐不住了，才跟父母说了这件事。刚说完，妈妈脸就气变形了。傻妞啊，你是不是不上班时间太长了呀？你怎么能领离婚证呢？万一他骗你呢？听了妈妈的话，我心里不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但我嘴上还是安慰自己说：“不能吧，陈清不是那种人，我俩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女儿将来的教育啊。”哎呀，你可要气死我了！你明天赶紧去把陈清找回来复婚。等不到第二天，当天下午我就坐车去了省城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他。本想埋怨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，却发现他的神情非常冷漠，感觉就像和我从来不认识一样。我想上前抓住他的手，他却马上避嫌一样往后退了几步。看着他的态度，想着老妈的话，我有点崩溃。陈清，难道你真就是为了跟我离婚，不是为了女儿的户口？陈清淡定而疏离地说：“离婚是因为和你过不下去了，女儿的户口我也会办好，你不用操心。可我们说好了是假离婚啊！”我大哭了起来。离婚哪有假的？办了手续就是真离婚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陈清不耐烦地说。校门口人来人往，不时有人把好奇的目光投向我们。陈清见状，连忙说：“行了，咱俩也没有关系了，离婚协议里也啥都说明白了，女儿归我，不用你付抚养费，当然也不用你来探望。市里的房子是你家出钱买的，我也不占你们家便宜，还是你们家的，以后咱俩就分道扬镳吧。各自过好各自的，别来打搅我了。”说完，他扭头就走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彻底崩溃了，感觉地球都要毁灭了。于是我蹲在地上大哭了起来。回到父母家，全家一片愁云惨淡。爸爸刚要骂我，被妈妈制止了。行了，多余的话别说了，再说要逼死小娟啊！晚上我一宿没闭眼，就这么被人算计了。不行，为什么呀？我哪儿也没做错呀！我一定要弄个明白。第二天一早，不顾妈妈的劝阻，我又买票去了省城。这次我没有找陈清，而是去了他学校的实验室。到了那里，
我偷偷招呼了一个做实验的学生出来，给他塞了2000块钱，向他打听陈清在学校的事情，并许诺说，如果消息有用的话，还可以再加钱。我从这个学生嘴里得知，这个实验室的学生都是同一个导师带的，除了4个博士，剩下的都是硕士，其中一个博士就是陈清。平时大家处的也不错，听说陈清已经签了省医院，马上也要结婚了，新娘也是这个实验室的，俩人已经处了2年了。知道实情的我彻底震惊了，原来陈清竟然是这种小人。冷静下来的我问这个学生要了那个女博士的电话，联系上了她。本以为她也是被骗了，没想到一见面她就说，你是陈清的前妻吧？既然你俩不适合，你又何必阴魂不散呢？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？看着她趾高气昂的神情，我真想一巴掌打过去，可理智制止了我。当我把陈清骗我离婚的事说了后，他居然说，行了，陈清跟我说了，你离完婚后悔了，就编造各种理由缠着陈清。同样作为女人，你就不能有点骨气吗？算了，没文化的人说什么也不会理解的。说完话，他扭头就走，绝情的样子和陈清真是像极了一家人。我从小就是犟脾气，结婚后因为喜欢陈清，为了和他好好过日子，我收敛了很多，甚至有时候为了讨好他，我宁愿委屈自己。可今天，我觉得我不能活得再像以前一样没骨气了，我一定要为自己讨个公道。于是，我花了5000元钱找了一家私家侦探调查这个女博士的背景。真的像我想的一样，原来这个女博士的爸爸就是省医院的院长，而且私家侦探还为我查到了女博士的就医记录，她先天性子宫畸形，不能生孩子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陈清设计既跟我离了婚，又抢走了孩子，原来他俩一举两得呀！这种局面，要说女博士完全不知情，我打死也不相信。我心里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了起来。回到市里，我马上联系了一位有名的律师，发誓一定要把女儿的抚养权夺回来，同时也让陈清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陈清做梦也没想到，由于孩子小，有时候他睡着了，我下楼买菜不放心，便在客厅安装了摄像头。那天他骗我要给孩子上户口，求我假离婚的经过，全被摄像头拍了下来，画面、声音都非常清晰。我把这段视频当成证据交给了律师，律师提醒我要多找些证据证明孩子长大这几年一直是我在陪着孩子。找这些证据对我来说太容易了，且不说小区的邻居能给我做人证，孩子生病住院的单据、发票以及保险公司赔付钱的证明，我很容易就能找出来一打。律师还提醒我说，镇医院的工作要赶紧恢复，因为如果女方没有工作，法官是不认为女方有能力抚养孩子的。当初我要辞职时，幸好妈妈明智地制止了我，让我办了停薪留职的手续。如今再回去工作，只需要走些流程就可以了。做完了这些准备后，律师告诉我，万事俱备，只欠起诉了。我一纸诉状把陈清告上了法庭，要求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，并且要求更换女儿的抚养权。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，我并没有闲着，我找了当地有名的自媒体公司，出大钱让他们把我的事情写了一篇长文，并且在微博上艾特了当地几个有名的营销号、市医院、省医院以及陈清读博士的大学。不愧是搞自媒体的，这篇文章的标题非常劲爆，再加上有视频为证，短短1个小时内，文章的点击率达到了几10万。
我又打了当地电视台一档情感热线的电话。由于这件事情已经在网上有了热度，所以电视台的人当时就和我约好采访的时间，因为他们打算在开庭之前把这档节目制作播出。陈清很快知道了我的举动，打电话把我大骂了一顿，各种卑鄙无耻的词语都用上了。整个过程中我一语不发，但我全程都在录音，因为这又可以当成一个新的证据，证明陈清情绪不稳，并不是抚养孩子的最佳人选。是的，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愿意牺牲自己成全你的家庭主妇了，我是重新站起来的钮祜禄氏甄嬛了。你不仁，不要怪我不义。开庭的日子到了，当天法院外面非常热闹，来了很多记者，有的甚至是从省城来的，更多的是老百姓。其实我知道，大家都在默默守候心中的正义，这一刻他们都是我的家人。开庭的时候，双方律师一开始唇枪舌战，对方律师甚至指出我的学历是大专，工作在镇上，不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。我的律师淡定地拿出了那段陈清骗我离婚的视频，以及他打电话骂我的音频。都播放完后，他说，有时候学历并不能代表一切，学历再高，丧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和准则，能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呢？最后的结果，陈清惨败，女儿的抚养权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。由于陈清这一批博士想去省医院的还有别人，本来他有那女博士的爸爸这个靠山，已经签约了，但由于他发生了这件丑闻，竞争对手拿这件事大做文章，为了避免省医院的名誉受损，最后省医院直接解聘了他。而当初市医院同意陈清去读博士，是以他毕业后回原单位为前提的，没想到他最后直接辞职，准备去省医院。为此，市医院的领导也是烦透了他。陈清的一手好算盘打得稀碎，现在的他丢了工作，没了名誉，女博士也在院长父亲的逼迫下和他分了手。没有办法的他，最后去了市里的一家民营医院，而我兜兜转转，带着孩子又回到了小镇上。只是这一次经历了这么多，我的内心真正安静了下来。我不会再去追求那些虚浮的名誉，余生我只想认真工作，认真生活，带大孩子，教会他人字怎么写，让他将来无论做什么都一身光明磊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